湿婆，印度人最敬畏的神之一，与梵天、毗湿奴共称印度教三大主神。它有着诸多形象，破坏神是最为人知的一种。湿婆还可以是苦行僧、舞蹈之神，或是修炼超自然神通力的瑜伽行者。但在印度，人民对于邻家的崇拜似乎不亚于湿婆。在许多信仰印度教的国家中，邻家的雕像甚至还多过湿婆。在这次的内容中，我将为你介绍2种版本的邻家故事。那究竟邻家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原来邻家就是湿婆的生殖器，是男根的代表词。对应到女性的话，则是幽尼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个形状怎么看也不像那个东西。原来它所呈现的形象是以女性内部的视角来往外看，这么一来就合理了许多。那为什么好好的湿婆神不拜，反而要拜他的下面呢？事情必须先从这里说起。在湿婆的眉心、额头的位置呢，有第3只眼。这第3只眼可厉害了，它能够喷出毁灭一切的神火。当宇宙循环的周期到达了末期的阶段，就需要毁灭再造，而湿婆的第3只眼就会用这只眼睛杀死所有的神和生物，然后再亲手创造一切。因此，湿婆不仅象征着破坏，还有代表着再生。之后，湿婆又一次毁灭了世界，然后闭上眼睛进入了沉思。梵天与毗湿奴找到了他，说：“你毁灭了万物，之后创世循环就交给你了。”湿婆头都没抬地说：“好的，但是你们得等等我。”随即就进入了禅定。就这样等了数千年，毗湿奴不耐烦了，他对梵天说：“你也是有创造能力的造物主啊，不如这次轮回还是交给你来设计吧。”说完后，梵天就用熟悉的套路创造了世界。又过了几千年，湿婆终于醒了，入定了数千年，身体四周散发着累积1000年的热力。但在他准备创世之时，却发现工作已经被完成了。湿婆非常生气，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，直接打掉重练。梵天跪拜在湿婆面前，祈求湿婆的原谅与宽慰。破坏神啊，请原谅我的擅自妄为。在你入定的时候，从上个轮回的毁灭中飘荡下来的灵魂，已经在虚空中漂泊了太久。请不要再次让这些灵魂遭受毁灭与死亡，请让他们繁衍生息，让宇宙继续生长吧。湿婆说：“那我这浑身的热力该如何是好？”梵天更加恭敬地回答：“请把能量全部送给太阳吧，成为阳光，成为温度与明亮的泉源，维系万物的生命。当你的能量成为了太阳，你就是世界的创造者、守护者与毁灭者。”湿婆很开心地答应了。世界度过一劫，关于邻家这回事似乎都没怎么谈到。是这样的，在湿婆入定修行的期间，累积了不少用来创造世界的精华。他把这些精华全部都储存在他的邻家里。当湿婆把全部的热力都赠予太阳之后，性格豪爽果敢的湿婆想想自己的造物工具邻家，忽然没什么用了，失去存在的意义。于是顺手把那根从身上取了下来，甩向人间，并说道：“记住，梵天与你所造之物，膜拜我的邻家，如我本人降世。记住，我本可用它来创造出更美好的一切，却为了你们而弃之不用。记住，它是创造之源，庇佑你们生生不息。”邻家从天上坠落人间，化成了1001个碎片，散布于大地。当然，邻家这种明显带有生殖器崇拜的象征，在正统印度教里略显不入流，因此在另一个版本的故事里，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。仙人们不拜邻家，甚至因此瞧不上如此野蛮的湿婆。婆利古便是一例。他是上古7大仙人之一，天文占星术的祖师。在古印度文献中记载，有能力遮云蔽日、单挑因陀罗或其他天界诸神的仙人比比皆是，能手撕梵天、挑战吠陀的也不少。但是敢与毗湿奴或者湿婆一战的，绝对屈指可数。掐指一算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婆利古大仙。有一天，人间的先知摩奴邀请各位仙人们参加法会，举行盛大的祭祀。可是主祭坛上究竟应该供奉哪位大神呢？
在迅速排除了因陀罗与梵天后，大仙们分别在湿婆与毗湿奴之间选边站。而婆利古是众仙中的长者，他决定到天界拜访几位大神，实地考察一番，再做定夺。婆利古首先御风而行，来到了湿婆的居所外。湿婆的坐骑大公牛南迪正守护在外，拦着婆利古不让他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湿婆正在与他的老婆交欢，而且可能还要持续200年。神牛南迪并没有夸张，上次湿婆与他老婆为了生下战神，就曾经历了数千年的鱼水之欢。湿婆行事永远偏激且癫狂，要么境遇到万籁俱寂，要么纵欲到地久天长。但在高尚的婆罗门大仙眼里，却是不可原谅的罪孽。当然，真正让婆利古这么恼火的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湿婆懒得出来见他，在准备转身离开湿婆居所时，他死死盯着那紧闭的大门，并恶狠狠地撒下诅咒：你本该是万人敬仰的神，却沉浸在淫欲之中，因欲望冲昏了头脑，竟敢怠慢本大仙。从此以后，你在人间将再也得不到合乎礼仪的祭拜。既然你如此沉迷性事，那你在人间就永远以邻家的面貌示人吧。而你的信众身上将抹满尸灰，挂着骷髅项链，成为堕落与不洁的代表。这番诅咒简直任性，从来没有任何仙、人、神、魔敢在湿婆面前摆个臭脸。而他婆利古一口气就把湿婆和他的信徒全都打上了羞耻的印记。理所当然，湿婆不爽啊，这诅咒狠狠地惹恼了他。湿婆睁开了熊熊燃烧、足以毁灭一切的第三只眼，步步走向婆利古。但湿婆的妻子帕尔瓦蒂劝住了他：你本就不是他们的一员，又何必遵守他们的规则呢？低头看看人间，信徒们真诚地跪拜你的邻家，你为什么还要在乎婆利古的诅咒呢？婆利古逃过一劫，他起身前往毗湿奴的宫殿，在途中遇到了梵天。他向梵天诉说了湿婆的冷漠，不料一向打太极的梵天却为湿婆辩护：仙人啊，三界本就因欲而生，完美的宇宙本就不是洁白无瑕的。如果湿婆不是亦正亦邪，世界又怎么会如此多彩呢？婆利古没想到梵天竟也不站在他这边，闷闷不乐地走了。于是他来到了毗湿奴的居所，见到了躺在无尽如海蛇床上的毗湿奴。然而毗湿奴竟然也在做羞羞的事情，他的老婆正在给他捏脚，而满脸欢愉的大神显然很享受这一刻的暧昧。婆利古的认知瞬间崩塌，难道顶礼膜拜的三大主神全都是激情与爱欲的奴隶吗？那众仙人究竟该向谁祈愿呢？愤怒的婆利古一脚踩在了毗湿奴的前胸上，但毗湿奴的反应却不像湿婆这么暴躁。他笑着回答说：伟大的仙人，感谢您用足底的尘埃为我赐福，您的光临让我与妻子感到无比荣耀。毗湿奴向仙人献上花环，并拿出了祭品供仙人享用。婆利古显然很满意这种待遇，配得上他婆罗门之首的地位。他吃饱喝足后离开了如海，回到人间的祭场，用无比坚定的声音昭告人间：毗湿奴应当成为祭祀的主角，甚至他应是人间唯一的真神。湿婆耽于情欲，梵天迷惑不清，只有毗湿奴是平衡与纯洁。这两则邻家传说的教派立场十分明显，这也是印度神话中常有的事情。贬低其他教派的主神，抬高本派的信仰，其实邻家就有点像是我们熟知的太极阴阳的感觉。阴阳交合就会产生生命，代表着万物的总体。印度全国各地的湿婆庙宇和家宅湿婆神龛主要还是供奉邻家，拜人形湿婆像的很少。信徒用鲜花、清水、青草、水果、树叶和甘米供奉邻家，希望借此获得祝福。其实关于邻家的传说故事真的太多了。千百年来，印度教的发展越来越呈现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精英的印度教逐渐成为哲学与宗教的游戏，一个是传统的印度教那些神棍与自称是神的代理人，把信仰变成生意，而无知脆弱的信徒们则被卷入这信仰的交易。
这次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影片，不要忘记按喜欢或分享。想看到更多相关内容，可以订阅我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